白宫痛斥共和党削减国防预算，特朗普说拜登才是美国死敌，究竟谁才是一个潜伏者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美国又到了民主党共和党争吵下一年预算分配的季节了。这几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一直在攀升。去年美国确定了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大约是8580亿美元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。不过2024财年还能有多少，就成了美国新一轮的争论焦点了。对美国政府还有五角大楼来说，未来几年美军面临着严重的装备更新压力，到处都在要钱，而且天天吵着要准备干涉台湾事务，要让解放军付出代价，那就要天文数字的投入，才能保证作战体系具备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优势。结果经过激烈交锋，美国共和党、民主党的大佬们虽然口头上达成了一致，说要增加军费，但是结果是议员们根本不配合。美国众议院里边一些自由核心小组成员计划把联邦支出限制在2022年的水平。其实拜登计划的军费开支水平比2023财年已经减少了，是8420亿美元。但是这帮议员们打算再接着砍掉1300亿，如果不减军费，就要减少其他联邦开支。并且他们的计划跟拜登的计划相比，5年之内一共要砍掉6000亿美元。如果再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，美国的军费减少程度几乎是到了1/6。白宫就有点急眼了，说本来钱就不够用，共和党这些议员是在破坏军事准备，削弱美国应对中国的能力，阻碍美国落实对盟友的倡议，妨碍关键弹药采购等优先事项投资。过去空军已经吵了很久了，说没钱，要求淘汰一批老式飞机，省下钱来研制6代机。现在呢，要淘汰几十架 F-22了。而共和党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，可能会对 B-21轰炸机的计划造成严重的干扰和延误。海军那边，大批的老伯克级驱逐舰还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等着退役。共和党那个计划要是实现了，那么就会要求美国的一些老军舰延迟退休，并且在新的生产计划里边砍掉1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、1艘伯克级驱逐舰。海军陆战队说要新的2栖攻击舰，结果国会说太贵了不给，1艘2栖攻击舰凭什么要17亿美元？唯一顺利的就是各个军种还想着要搞高超音速导弹嘛，等着互不拨银子，因为这个事儿太重要了，所以要钱比较顺利。美国国会给美军的钱可以用来造64枚高超音速导弹，不过算下来每枚导弹的价格是5600万美元。按这个价格呀，我觉得美军还是直接往地上扔 F-35更爽快，价格差不多，能保证现货供应，还能向盟友快速推广普及。有意思的是，民主党在骂共和党的时候，共和党也在谴责民主党削减经费，理由是他们减少了退伍军人计划的资金。而这个关键时刻，特朗普又跳出来发表了演讲，打算针对当前的情况拿出他的解决方案。他说，谁是美国的敌人？中国是吗？不是。俄罗斯是吗？也不是。美国的死敌是谁呀？是拜登，是佩洛西，是民主党那些政客高官。而特朗普宣称自己跟俄罗斯关系好，如果他当总统，可以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。他自称跟中国能说得上话，能跟中国达成最好的贸易协定。历来美国选举，政客都是争相表现自己会对中国更严厉，上台之后会如何制裁中国。而特朗普这次竞选居然能够炫耀自己跟中俄关系还不错，也是美国选举历史上的奇迹了。所以现在看美国两党的各种争吵，真的比看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更有意思。